这小狗感觉有点长大了。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啊，只有一个师傅做工了，2个木匠已经回去了。这边的户外厨房也做好了，地面呢做了硬化，我们的树木地板还没有铺好。给大家看一下，四周呢我们都用石板铺上了一层，中间的这块位置呢准备铺的是树木地板。这2块都是树木地板，大家可以看一下，到时候把它拼接起来就可以了。实际上铺这样的树木地板呢，底下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打上钢架结构的镀锌管做基础，然后呢树木地板铺在上面。像我们这个样子呢，是为了简单一些，直接在硬化好的水泥地之上铺树木地板也是可以的。那这边凉亭建好了之后啊，我感觉也挺不错的，以后有个户外的空间，在这边煮饭，朋友来了聚一聚，在这边喝茶，看看远处的风景，都还挺不错。这段时间啊，山里面基本上每天都下雨，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只有一个师傅在做工，打磨地板，还有木房子的2楼，有些方子现在基本上已经打磨好了。我们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木房子里面，之前不是堆放了很多工具吗？我们都搬出去了，陆陆续续的都在打磨，上面的方子已经打磨出来了。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现在还没上漆，所以颜色呢，还是感觉有点普通。上了底漆之后，就会亮了许多。这些立柱是之前我们建房子的时候打磨好，而且呢是涂抹了一层木蜡油，所以现在立柱的位置我们不打算再次打磨了。整个木房子里面，我们准备上1遍底漆，然后呢上2遍面漆。塞壁的话是2遍面漆，3遍面漆，2遍底漆。这打磨出来，地上很多木屑，全部要清扫干净。我们从这边走上去，这一间啊，床铺已经搬走了，主要是打磨上面的方子。像这个楼梯啊，我们就不需要打磨了，木匠师傅在安装的过程当中，已经是全部打磨好了。2楼的光线还是稍稍的有点暗，因为今天也是下了雨。开太阳的话，这上面的光线还是非常好的。看这边的地板全部需要打磨。卫生间啊还没来得及做，这边是打磨了上面的方子掉下来的木屑，厚厚的一层啊，把这层扫干净之后，地面呢也是需要打磨了。现在我们初步的想法呢是把整栋房子打磨一遍，然后呢再统一喷一遍底漆，再次打磨，然后呢就在上面漆。做漆的过程当中是很麻烦的，但是油漆做得好，木房子呢
更结实耐用。这边全部都是飞层了。像这顶上的桑拿板，全部都已经做过漆了。我们在给木房子做漆的过程当中，像这个地方啊，就不需要再喷漆了。实际上，我觉得桑拿板和我们整栋房子的木板颜色还是比较接近的。大家看到这些红色的都是春木，其他的都是杉木。这小狗是特别的讨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这边的塞壁已经是上了2遍底漆，面漆还没有上。这几天啊都在下雨。很多朋友问我，在农村建这样一栋房子究竟需要多少钱，需要多久时间？这个问题啊，我在视频里面回答了无数遍啊。熟悉我的朋友都清楚啊，之前我都告诉大家，像我们这栋房子啊，整个院把、地下车库加上木房子，占地面积呢将近有600多个平方，总共花费差不多有80个 W 左右吧，全部建好。木房子呢是从城里面订的材料，然后呢在村子里面我又买了一些树，自己拉到城里面去改料，总共花费木房子，像这栋房子啊，差不多是30万左右。整个院把和房子加起来有80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实际上在农村里面建房子啊，绝大部分像我们这边建的都是砖房，建木房是越来越少。我主要考虑的是呢，我们南方的天气，阴雨潮湿，所以呢，我觉得建木房对于养老，对于身体要好一些。毕竟木房子里面呢，它是冬暖夏凉，非常的干燥舒适，很适合人去居住的。像我们这栋房子呢，建好了之后啊，有一个客厅，还有2个厢房。厢房呢有一个茶室，有一个是厨房，还有4个卫生间，2个公用的，2个独立的卫生间，总共有9个房间。这么大的一栋房子，基本上完全是够用了的。而且我们的地下车库呢，完全是没有整理出来，现在堆放的都是杂物。如果在地下车库清理出来的话，可以把它隔开作为房间，那可能我们这个整个院子呢，就非常的宽了，而且可以利用的地方也是非常多的。我们整个院把的面积呢，将近有400个平方左右。现在我是建了一个户外的厨房，占用了差不多70来个平方。实际上啊，占用的空间并不大。我个人感觉，回到农村建房子，主要还是要有一个好的环境。房子呢，不要太大，有几个房间就行了。主要呢，还是院子要大一些，这样子如果有亲朋好友来到这边游玩，还有个接待，这样子大家聚在一起的地方。比如说啊，我们这边习惯性的在过年的之前会打年八，而且会杀猪、熏腊肉过年。在我们整个院坝呢这一块
是非常方便的。每次我们家打年八都有10-20个人，杀年猪的话也是20-30个人，所以说经常我的一些朋友啊，还有邻居啊，都在我们家这块聚会。那朋友们，这栋房子装修完成之后，我们接下来的视频呢，大部分会围绕农村的闲置房去拍了，到时这边基本上就很少再更新了。如果想要了解关于房子建造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问我。一般呢，我会抽一个时间专门拍视频，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这期呢，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吧。我是石头，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这几天啊，我们都在考虑这栋房子该如何去改造。那现在我是在堂屋的位置，这块位置呢，就是整个一面木板墙。我们想到要在这栋房子加建一个卫生间。以前这栋房子啊都是用旱厕，特别的不方便。那我们就买了一些排污管道，基本上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那这面墙呢，我就想到要给它全部拆掉了，以后就不保留这面墙了。在这面墙的背后呢，建一个公用的卫生间。大概呢，我们可能会用砖砌过来几十公分吧，占用一点点的堂屋的空间。然后呢，这边全部都是封闭式的，门呢从这边进入，这背后呢就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那师傅他们就在背后做工，我就带大家过去看一下。这几天啊，我们都在房子里面自己煮饭吃，要不然跑到城里面实在太不方便了。一到下午，这底下的江面啊，很多胖头鱼，时不时的在江面上跳来跳去的。气温也是非常高的。这边我们已经开始绑地梁的钢筋了，全部用箍子给它串联起来，15公分左右一个箍子，全部绑好了之后啊，我们放在地梁之上，打上分离土。这边都是之前拉过来的水泥，还有沙子。这边啊还有钢筋，相当于啊我们整个后屋檐呢现在要扩建。这边的地基呢已经是挖出来了，直接在这里面呢打上地梁，然后砌砖。在那个位置呢，就直接接管子做化粪池的排污管。这是附近的邻居来看我们做工，基本上每天都来，差不多80岁的年纪了，他也很想看一下这栋快要倒塌的房子在我们的手底下改造出来之后究竟怎么样。之前就给大家说过，这根立柱啊是腐烂的比较严重，有可能要给它换掉。这个位置啊，给它挖出来，我们要做一个干湿分离的洗澡的地方，然后呢，还要做一个马桶的，还要做一个灯便池，然后呢，这边还要留地漏，再做一个洗脸盆的，一个预留的管道。我们不管是建新房还是老房子，在做这些基础之前啊，一定要把这些工作都给做好，要不然后续再来返工就特别的麻烦了。这背后呢，将近只有1.2米到1.3米的一个扩展空间，所以呢是有点窄了。我们要把这背后的木板墙呢全部拆掉，然后呢占用堂屋的一点点空间。然后整个地梁呢，我们也要
统一的打进去，相当于这边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地梁了，连成了一个整体，这样子呢，砌砖了更牢固一些。我发现清水江这边的水位不是固定的，基本上每天都会上涨，有的时候呢又会消下去。看今天的水位就消下去1米多了。昨天我们在接管子的时候，下午在洗澡，水位还是很高的。因为昨天有些配件没有买到，所以整个排污管那边呢是没有接好，今天要继续把它接好。昨天啊，我们在下班之前，这边的水管没有接好，刚刚才把配件买过来，待会儿呢把它接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前面2个呢，一个是蹲便池的排污管道，后面呢是马桶的。再过去呢，一个是地漏的，还有一个是洗脸盆的。那边呢是50的管道，这边是110的管道。这边有个指头，接了之后转接到50，就变小了。以后啊，公用卫生间就在这一间了。那现在呢，师傅在下面把基础的那个坑呢，用粪泥土填起来，待会儿带大家过去看一下。现在是和了点水泥砂浆，把这些深坑全部给填起来。昨天啊，村里面的一些领导也过来了，他们跟我们说，这边的基础，也就是这几根立柱啊，尽可能的离马路呢有1米远左右。以后呢，沿河大道这边要做绿化，要做一些景观吧，所以叫我们呢尽可能往里面靠一点点，把外面的位置留宽点。所以呢，早早过来，我们就把这些坑呢后面呢扩建了一点。现在要把挖下去的那部分呢给它填起来，然后呢放上钢筋，做一个基础，再从上面砌砖，用砖来做立柱。钢筋呢我们已经是全部绑好了，就像这样子做一个简单的4方形的钢筋捆绑在里面，这个已经是做好了的。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基础，基本上也是很牢固，没什么问题了。这一排啊都是立柱，这里有4个坑，5个、6个、7个、7、8个坑了。整个这一排呢，全部是打上橡胶板，把整个院板呢加宽出来。把钢筋给放进去，上面再倒上水泥砂浆就可以了。我们啊都是在这边和好水泥砂浆，然后用斗车转运过来，要把这8个深坑做好基础，然后呢，木房子的前沿还有后沿地基全部做好，然后保养那么1、2天，我们就可以开始砌砖了。这一车啊，将近有200多斤。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去年在河边改造的那栋房子，这边的道路啊好走了许多，我们施工呢难度也小了许多。
床的流进去，没过它流进去，这床那些床的流进去，它的应该都。这两个啊？来你啊？俺瞧来呢，来你啊？俺瞧来着。来你啊？来你啊？啊。那我俺家在这拐个下班呢，还有你。哦，可牛的那个铺位啊，比如嘞。这样子啊，一层水泥砂浆，一层石头，一层钢筋，再来一层水泥砂浆，就做好了。这个基础啊，也算是很牢固的。这块也就再踏点点。这一会儿啊，江面上很多漂浮物，时不时的我们都发现一些胖头鱼，可能在吃这些漂浮物。每到下午的时间，几乎都是这样子的。气温啊，依然非常高，35、6度左右。那今天的视频呢，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我已经来到了江边，这边的水给人的感觉看起来特别的舒服。对面的寨子景色也挺美的，很多小码头，当地老百姓洗衣服、洗菜都会去江边。这边啊还有一座小悬崖。刚才我们看的房子啊，就在镜头的前方，还不错吧？距离江边将近也就200米左右。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继续来到清水江边改造一栋老房子。刚刚师傅他们已经吃过了早餐，我现在出来走一下，顺便看一下旁边还有什么闲置房。那之前就已经给大家说过了。我们改造的这栋房子呢，基本上会比较少的去更新视频吧。每天把事情安排好了之后，把我的事情都给做完了之后，我就会去旁边的一些寨子，给大家拍一些我们湘西这边的人文风景，还有一些闲置的农房。今年大部分的视频都是这样子的。当然呢，我也会不定时的去更新房子的施工进度。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清水江边，在这边呢也发现了一栋地理位置很不错的闲置房。现在呢走进房子，拍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边就是进入房子的马路，都是宽6米左右的水泥路面。只不过啊，这段路呢是有点弯曲，而且比较陡。到冬天下雪结冰的时候，可能这段不太好走。我的车呢就刚好停在这个位置，现在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实际上啊，稍不注意还很难发现这栋房子，隐藏得很深。这是独门独院的一栋房子，坐东朝西，地理位置挺高。房子的前面呢是一大块的玉米地，再过去就是清水江。可以看到江里面的水碧绿碧绿的，很干净，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这栋房子啊，进去的道路啊都长满了杂草，而且地面呢是没有做硬化。这边是没有邻居的。要想了解这栋房子的情况，我们只能返回到村子里面，问问当地的老乡了。房子的旁边都长满了杂草啊，这应该是一栋砖结构的房屋。这边的海拔将近有300米左右。其实到夏天也不会很热。真的，这里的环境特别好啊，给人的感觉特别的舒服，视线好，
看那边清水江的江面还是很宽的，对面呢是一处寨子，房子都修得挺好的，还有小码头。这边长满了葛藤。这是一栋2开间的房屋，这边呢算是一个厢房，加起来算是3开间了。房子的墙面有点破裂，这个位置啊，瓷砖都已经是掉了的。这边呢就是他们家的厨房，我们先进厨房看一下，有灶台，哎呦，要小心点，2口灶。上面的屋顶啊，已经是坏掉了，漏雨了。整个灶台没有多宽，大概也就10几个、20个平方左右。地面呢也没有做硬化，当然是可以修出来的。房屋的地基呢，并不是特别好，该沿的位置呢，也有些松动了。房子里面的墙面做过粉刷，这栋房子的主体啊还是有点受损比较严重，好在它是砖房，并没有出现倾斜的迹象。给它重新维修加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杂草实在太深了，走路都要注意一点。房子的开间将近有3.78米左右吧，楼层高度大概也就2.56米。上面这边前面呢是打了一些橡胶板，上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整个窗户呢都是用钢筋做的防盗窗。从这个方面看得出啊，这栋房子应该建了很多年了。房子旁边呢是有些空地的，这块位置啊都是空地，包括这底下，这边是一座土坎。这门口呢，整个院坝大概宽有70到80个平方左右。在这旁边呢有棵大树，还挺高的。现在我们想办法走进房子，给大家看一下。哇，这里有个石磨，现在没啥用了。这个门是打开的。整个房子，有一个客厅，这边呢是有一个卧室，背后呢应该是一个杂物间。在这边呢也是一个卧室。整个地面啊，这边还贴了瓷砖，但是上面的瓦片啊，全部是漏雨了，上面的领子啊，坏的也很严重。这栋房子的墙面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粉刷，基本上所有的房门都坏掉了的。长时间没有住人，没人打理，房屋就变成了如今的这个样子。整个房子呢，这边的基础呢可能不太好，所以整个墙面呢裂开了。当然，这样的墙面重新给它修一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边的地面呢也是做了一个瓷砖，堆放的有些柴火，还有床。整个这背后呢，墙面也裂开了一个大的裂缝。好在这两边还挺好，没什么松动的迹象。这个房子啊，我看了一下，就是2个房间，一个客厅。如果要建厨房的话，要从两边再建厨房。包括卫生间的话，也要从两边建。其实这栋房子啊，整体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好，但是这栋房子的视野那是真的没得说，非常的开阔，坐在院子就可以看到江面。而且这栋房子呢，以前都是通水通电的，当然现在重新把电给接过来也是很方便的。待会儿呢，我们要走到这栋房子的背后，
看看背后的土坎到底牢不牢固。可能还是因为交通不太便利，所以这户人家呢，把房子闲置荒废在这里，在上面呢可能是建了新房。整个清水江呢是流入幽水河，最后流入洞庭湖，它的上游呢是在贵州那边，这边是湖南的保靖，对面呢是湖南的花垣县。一条河啊，两个县城就是一条河相隔着。这边以前好像养的有蜜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房子的背后啊是有挺多这样的大树，把整个院子清理出来，真的很不错啊！而且这栋房子旁边的空地啊，感觉是挺宽的。这边都是一些山林，非常安静的一栋房子。住在这边打上围墙，在那边做一道院门，不用担心有人过来打扰的。门口这里有棵柚子树，底下的田土挺宽的。当然，清水江的稍下游的位置是有一条水坝的，不用担心水位会涨上来啊。在水坝那边呢，有处水电站，定期的会放水发电。我在想，像这样的一栋房子，如果给它改造出来，重新全部装修，买上家具，发个15万左右，你们觉得够了吗，朋友们？这边距离进村的马路也就差不多10来米左右，甚至于我在想，这个位置叫上挖机，给它挖出来，车子呢是可以停在我们院坝这边的。实际上，交通啊各方面都挺便利的。但是对于这样的一栋房子，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吧，我觉得最好是给它直接买断下来，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案。如果给它租下来修的话，那成本有点大了。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买下来，全部重新装修也是值得的。还是喜欢门前的这个视野啊。这栋房子旁边200-300米都没有人家，这是老百姓种的玉米地。这是很高的一座土坎，背后呢长满了杂草，旁边还有些大树。其实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这栋房子。房子就在镜头的前方，从这边可以看到瓦片之上长满了杂草，还有灌木丛，看得出这栋房子闲置的时间已经非常久了。朋友们啊，对于这样的一栋房子，如果给它重新翻修一下，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好了，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的天气啊，估计也是比较热的，我们每天都是早上的6点多钟就过来开始干活了。那今天呢，又继续为大家分享这栋房子的施工进度。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基础的工作了。待会儿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工作全部给安排了，然后呢，给师傅们煮个早餐。有时间呢，又继续为大家分享一些闲置的房屋。那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这2天房子的改造变化没多大，我们是把房子周边的一些杂物全部清理出来了。我们刚来的时候，这个位置是很大一堆的土，清理出来，全部倒在院把那个角落，把它回填起来。这里清理出来之后才发现啊，是以前村子里面修的一段道路，只修到了这个位置，前面呢就是老百姓的玉米地了。这边硬化了之后也挺好的，刚好我们可以堆放一些材料。这2天呢也准备把沙子、水泥那些都拉过来了，过2天呢也开始要拉砖了。这个位置啊，我们也暂时想把它清理出来，想给整栋房子呢加宽一点，把里面的房间做宽一点，以后呢更好的利用。而且这个房前的位置，我们是把该沿以前的这些鹅卵石呢全部挖走了，准备把基础做在这个位置，把整栋房子的房间加宽出来，相当于啊，这栋木房子的2边卧室加宽到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吞口屋的那个样子。整个房间呢就宽了许多，从中间隔断做出2个房间。加宽了之后，我算了一下，整栋房子的进深就达到了8米，接近9米左右。目前的房子进深将近也只有5米多，接近6米。所以这栋房子的改造呢，我们会和去年河边改造的那栋房子风格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包括现在师傅挖的那边，也是准备把整个房间加宽一些。整个院把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没有多宽，类似于一个三角形的形状。但是以后呢，我们把整个院把做了硬化之后，和这边的道路就连在了一起，感觉啊也会宽上许多。还有这个位置，我们也是挖了一些深坑，做一些基础，准备打立柱上来。然后呢，这边用橡胶板给它加宽出来，所以整个院把等改造出来之后也是挺宽的。这边一直过去，我们已经是挖了这样的深坑，打了基础就要砌砖上来的。其实整栋房屋的占地面积啊，并没有多宽。我觉得一个小院像这样子，也是完全足够了，对不对啊？这旁边的空地啊，倒是挺宽的，好好的给它利用起来。这2天啊，我们发现江里面很多大鱼，时不时的都在跳，而且这个位置刚好是一个肥水湾。平时钓鱼这个位置算是很不错的，江里面的水清澈碧绿，很干净。在那边啊是有一处小码头的，通过无人机我也发现这边的崖壁之上还比较平，有时间呢我们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整栋房屋的旁边杂草全部清理干净了，那这栋房子，究竟什么样子的呢？待会儿我们抽个时间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看。院坝这边有一大堆的鹅卵石，这些石头之后我们在改造房子的时候肯定用得上，暂时堆放在这边。我发现这边的土质也比较疏松，我们挖下去都是这样的土质。河边的土质结构和我们那边的还是区别挺大的。
这栋房子以前的房屋地基啊，就是在这些土之上垫了石头，然后呢，上面放上立柱建的房子。整体房屋的结构还算比较好吧。这栋房子差不多有80年左右了，房子基本上没有倾斜，很齐整的。现在我们就近距离来看一下这栋木房子。这些立柱啊，起了很多虫眼，这个是没有多大的影响，打磨一下，重新上油漆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在这边啊，是有这么一小块空地，将近有2.5米、3米左右，准备给它扩建，然后在这边呢做一个卫生间，大家觉得怎么样呢？这栋房子基本上所有的领子都已经全部坏完了，上面的瓦条也全部坏了，基本上都要重新换。好在这栋房子的立柱还算比较好，包括这些立柱啊，虽然起了虫眼，但是不影响它的使用，依然是非常结实。房屋呢，我们都知道，木房子它是榫卯结构的，把它装修好了之后，就连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木房子它是抗震的，很结实。这边啊，以前主人家是留了一道门，从这边进入房间的，但是现在我们改造呢，准备把这后面呢扩建了，然后在这背后呢用砖给它砌起来，所以整栋房子呢，整个进深就加宽了，将近到了9米，接近10米左右。其实大家也可以看看视频呢，如果自家有木房子啊，进深比较浅的，可以借鉴我们的一些方案，对于自家的房子改造，我相信也是有作用的。这边啊，屋顶上的瓦片掉下来之后啊，主人家是用了这样的一块篷布给它盖起来了，防止雨水呢侵蚀到这边的领子，并且呢，这里用2根立柱给它支撑起来，因为背后的这块挑手完全是断掉了的。还有这根立柱啊，腐朽的也是非常的严重，估计我们这栋房子要换的立柱，可能这根啊必须要换掉。看上面已经开始基本上都腐烂了吧。这背后啊就是邻居家的老宅基地了，我们暂时不能动的。这边就是堂屋的背后了，装的也都是木板，改造出来之后，整个堂屋呢也要往后面延伸，堂屋就更宽了。看这边都是双挑手，在这背后啊，那根挑手就是完全断掉了，2根都断掉了。像这些立柱啊就没什么问题，完全可以再用的。这个房间的背后呢也是留了一道房门，方便进入这边。以前啊，这边是砌的有个简易的一个小房间的，这是占用了邻居家的宅基地。虽然房屋的轮廓还在，但是这边也是别人家的土地，我们是不能用的。现在房子的改造呢，只能沿着这条石灰线一路走过去。在这边就比较宽了，我们准备加建一个厨房，然后呢更靠近河边，做一个餐厅。坐在餐厅里面吃饭的时候啊，可以看看江面的景色，尤其啊这边的悬崖峭壁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这边的结构也是挺好，基本上没多大的问题。上面的挑手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损坏，我们要爬上楼才知道。
这根立柱呢，这根是瓜子，不落地的叫瓜子，上面呢有一段应该是烂掉了，包括这根立柱可能也是烂掉。到时候我们把瓦片放下来上去看，如果烂掉的话，我们就需要给它换了。以前啊，这边是有一个厨房的，灶台还在这边。厨房的瓦片倒塌了之后呢，我们就只看到了房屋的大概形状，上面什么都没有了。这个位置啊，我们都挖了很多深坑，准备打柱子上来，然后呢，这边打上橡胶板，把整个我们的这块范围呢，给它扩建出去。看完了房子外面的一些结构，我们从这边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前面部分，基本上这栋房子的前部分呢没什么问题，都非常的好，只是上面的领子和瓦片坏掉了一些。我们改造这样的老房啊，首先要从主体加固，然后呢再进行内部的装修。这栋房子啊，可以看到整个只有3间，2间卧室，1间是堂屋。我们准备把两边的卧室呢做隔断，也就是从中间的这根立柱啊做一个隔断墙，分出来变成2个房间。所以我们两边要扩建出去，背后呢往背后延伸，前面往前面延伸。那这样子隔断了之后，整个房间就宽了许多。上面的楼顶部分啊是损坏比较严重的，像这些楼枕，包括这些木板，基本上都没什么用了，全部都需要给它拆掉，然后放上新的。我发现啊，房子没有住人之后，起了很多马蜂窝。大家看一下，这边呢都是马蜂窝。野生的马蜂，它最喜欢跑到房子里面来建窝。下雨可能不淋湿它吧。这边就是堂屋了，这是一栋土家族的房子，所以它的神龛呢是在堂屋的正中间。那一面墙损坏的也是比较严重，也是由于这根立柱啊被雨水浸泡而变成这个样子的。屋顶上很多地方都是漏了雨的，整个堂屋还算比较给人的感觉比较舒服吧，因为中间是没有有一个楼枕，包括上面呢是全部镂空的，所以呢特别的敞亮。我们这栋房子啊改造出来的话，底下是有4个房间，2楼呢是准备一边做一个房间。改造出来之后，整栋木房子啊差不多是有6个房间。从这边过来是另外一个房间，采用同样的方法，从中间隔断做2个房间出来。那这栋房子的卫生间，我们就该好好的考虑留在哪里了。尽可能的在房间里面要留单独的卫生间，以后呢生活起居更方便一些。在外面吃饭实在太不方便了，所以呢我们自己带了锅碗瓢盆，还带了一些油盐酱醋，都在这边煮饭吃。我的钓箱也搬过来了，有时间啊到江边去钓钓鱼，看看这边的鱼情究竟怎么样。这是一个老式的木架床，看起来保存的还挺好的。我们的电表没有电了，现在叫师傅过来给我们看一下。基本上房子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了，朋友们，那今天呢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吧。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